If you don't know, now you know.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的一期研究里，我是赵岩。那这一期的视频给大家去讲一下8月17号北京时间啊，在美国的东部的大城市胳肢窝啊，芝加哥举办的 UFC 319的头条主赛，南非的青蛙哥啊，蛙哥 DDP 迎战，现在呢加入了阿联酋国籍的应该是哈，在定居阿布扎比的齐马耶夫啊，他们之间的一场巅峰对决啊。首先的话呢，跟大家去不绕圈子啊，因为这个视频也是充电粉丝视频，但是我在前面啊，给免费的这部分给大家也讲清楚我是如何看待这场比赛的。我是同意很多 UFC 的专家啊、拳手啊，包括一些资的比较深的粉丝的看法，就是这个比赛如果进入到深水区，就第4、第5回合，获胜方更大的可能性是 DDP 啊，杜普莱西斯如果在前3个回合的话，这个比赛结束的话，我觉得我是更倾向于齐马耶夫啊能够去拿到金腰带。我本人是更支持齐马耶夫去拿到金腰带的啊，咱们不墨迹，打开天窗说亮话。但是对于充电粉丝，我会在后面给大家详细的去阐述我的论据啊，这个比赛的它的焦点在哪里，它的胜负手在哪里，它的 X 因素就是不可预测的因素在哪里。因为 MMA 比赛它的一大魅力就是说它不可预测性要更强啊，因为它终结对方的方式更多。从打击上来讲，你有站立的打击，有拳、肘、膝、腿，对吧？然后的话呢，还有摔跤，还有柔术啊，还有体能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冠军回合5个回合，它的伤害性更大，它有很多的不可预测的因素。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玩波赛，都要理性的去面对哈。然后呢，在阐述之前做一个小的广告哈，我们最新研究里的主题 T 恤啊，这个前胸的是 real 真实啊，我用毛笔写的啊，我用毛笔写的。这个后背的话呢是完美的复刻了高清喷涂啊，透气性很强，复刻了我自己的画，小马哥这个画。后面我给大家去，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现在在预售啊，这个画，这个衣服做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是做一小广告。那现在咱们进入到主题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很多专家啊，他们都认为，比赛进入到深水区，对于 DDP 来讲啊，杜普莱西斯他的是更有优势，为什么呢？因为杜普莱西斯从他之前的比赛，大家可以看，他最开始崭露头角。其实我对他有印象，就是他和这个英国达伦蒂尔那场比赛。达伦蒂尔因为那是个3回合的比赛，达伦蒂尔在前面的话，第1个回合差点被把这个 DDP 给揍死，对吧？有一顿肘击大电炮给打的血了呼啦的，但后面。DDP 把他摔倒之后，摁在地上一顿摩擦，然后呢，最后把达伦蒂尔给降服了。所以的话，那场比赛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达伦蒂尔的话，他战力是非常棒的，而且达伦蒂尔那个时候呢，已经开始跟齐马约夫啊，当时我也亲切的称他为驴哥啊，就开个玩笑，开个小玩笑。有的是粉丝的话就上纲上线对吧？因为齐马耶夫那是 kill everybody, kill everybody， 你知道吗？那阵儿他确实特别嚣张，他年轻气盛嘛，也可以想象，对吧？所以我就感觉像我们东北那个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那个驴啊，毛驴子，在东北拉活什么的，因为他个小，吃的少嘛，然后还这个比较好驯服啊，所以我给他起的驴哥啊，尤其是齐马耶夫跟尽量打的时候超重，当时我挺烦他的啊。但我后来我觉得，后来这个齐马耶夫人家也成熟了，对吧？现在心态更好了啊，所以其实我这场比赛我是支持齐马耶夫的。然后呢，对杜普莱西斯呢，他后面啊，比如说像跟这个5星啊，跟这个重量级的守门员啊，5星哥打的时候也是终结了5星哥啊。
也是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对吧？但是呢，这大电炮咣咣的给五星给搂了，对吧？当时也让我挺出乎意料的。后面的话，他打这个包括斯特里格兰呢，还要打这谁呢？就是阿迪赛亚，给我的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阿迪赛亚前4个回合前面的话都是在战力上你也不能说军训了，反正是战力打得心应手的。但是在第4回合应该是遭了几个重击之后，急转直下，然后被降服了，裸脚了。所以的话呢，大家对这个杜普莱西斯的整个的印象，就一开始印象并不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他长得就是很油腻，对吧？长得就是很油腻。他是来自南非的白人，然后呢，没脖子啊，这个也不能说很帅吧，对吧？那个打站立的时候有点咧咧歪歪的，有点像中国的一个著名的这个武僧，对吧？翼龙大师一样，对不对？就是看起来就是有点像脑血栓后遗症，是吧？就是喝多了走路都不是很稳的那种，就他的步伐就看着就很奇怪。然后的话呢，那个拳吧也看着也不是特快，像那个谁，托普利亚那啪啪啪啪那种特别脆啊，或者像咱孙亚东，对吧？但是效果好啊，这哥们儿块儿大，他是青蛙的，他也不是青蛙，蛤蟆哥的话也不是青蛙，他是最少是个牛蛙，就哇哇哇哇，就像那个谁啊，周星驰功夫里面的那个欧阳锋一样，对吧？蛤蟆神功，昆仑神功之蛤蟆神功，对吧？所以他就是说看着不显山不露水，但他效果好，就是他块头特别大，你别让他搂到，他的重击能力是很强的。然后呢，他的缠斗也不错的，因为他降服了不少人，他的摔跤也可以，明白吧？尤其杀伤力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去打这个齐马耶夫啊，齐马耶夫的问题在哪儿呢？齐马耶夫是虎头蛇尾，大家都看到了，对吧？稀里呼噜上来就开始，就像400米的时候上来就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啊，就直接给你搂了，对不对？如果搂不了了，后面的话，这个200米都是，但是呢，有的时候坚持到终点了，所以他保持14战全胜。所以你遇到这种杜普莱西斯这种类型啊，你如果前面的话，你终结不了他，你还像那老想去拿着后背裸脚啊，像五星是给五星拍着，五星这个下巴这个嘴牙给勒进去了，对吧？因为五星就后来说了，我这只牙本身就不好，对吧？正好我本来是下不了决心去做手术的，这下你咔嚓一下，你还帮着我了，对吧？所以我就换排牙。所以你要是你勒不晕他的话，你前面搞不定的话，你看那个齐马耶夫打老龟盖子，对吧？就是谁，伍兹曼，对吧？伍兹曼把缩头乌龟往那一支，他也没办法，他在那个伍兹曼背上，真的是要趴在乌龟上面又滑，就容易掉下去，他整不了那个缩脖子嘛，对吧？他裸脚不了他。到了第3回合，伍兹曼开始显神威了，对吧？咔一顿蛤蟆，一顿老龟神功，对吧？给这个齐马耶夫打的栽扔的，对吧？挺费劲，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齐马耶夫如果到了冠军回第4、第5回合就悬了。但是我跟大家讲，这里面是有悬念的，为什么呢？这叫感谢小蛇 TJ 迪拉肖。TJ 迪拉肖的话呢，他给齐马耶夫介绍了一个他自己的秘密武器就是他的体能教练，他的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就体能教练，体适能其实或者是他的整个的营养恢复，就是这个老头呢，是他小蛇在当年这个拿到金腰带非常重要的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帮助他去去提高他的这个体能提高他的整个的营养恢复这老头自己的话呢，在这个加州他的家里面他的整个的这个他叫 garage 对车库，其实呢就是老外呢他们都是喜欢住那种 house 对吧？他的车库里面就是也不是地下室就是1层，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小的训练馆，那训练馆里面有各种体能。跑步机力量这些训练的方式。然后呢，这老头呢，他之前呢是一个应用数学的老师，
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的体能训练的整个的设计上面，还有呢就是营养恢复上面，他是有他独到的东西。所以提这迪拉肖啊，把这老头介绍给了齐马耶夫，就是要去提高齐马耶夫的体能